在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挑衅后，立陶宛开始抱美国大腿。防长刚跑到美国签完军购协议没几天，总理西莫尼特又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不出意外，布林肯称美国会支持立陶宛应对中国的所谓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立陶宛还跑去向台当局索要回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表示，立陶宛应该正视中立关系出现困难的症结，从自身寻找原因，承认并认真纠正错误，而不是去抱美国人的大腿。美方也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停止颠倒黑白、煽风点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话，谈及近期立陶宛对华贸易受到阻碍的问题。布林肯称，美国对此表示关切，并且会支持立陶宛，并重申美国会致力于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以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压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表示，当前中立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立方。所谓中方有关部门停止为立陶宛货物清关、拒绝立陶宛进口申请的说法均不属实。赵立坚表示，美方罔顾事实，借机无理指责中方，根本站不住脚，只能暴露其挑拨离间的真实用心。美国是搞经济胁迫、军事胁迫的冠军，在世界上广受批评。中国一不动辄搞霸凌制裁，二不搞长臂管辖，三不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何来胁迫之说？试图耍花招、推卸责任、混淆视听，无助于解决问题。立陶宛应该做的是，正视中立关系出现困难的症结，从自身寻找原因，承认并认真纠正错误，而不是去抱美国人的大腿。美方也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停止颠倒黑白、煽风点火。应该说，除了政治上表态，然后经济上给一点所谓的好处以外呢，美国呢其实很难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可能会给立陶宛提供一些这个虚假的这种幻象。我想呢，这个立陶宛终究会发现，美国呢只不过是在利用立陶宛来实现它的对华政策的目标。立陶宛呢终究不过是美国对华战略棋盘上的一颗小小的棋子。今年11月18日，立陶宛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不顾中方多次抗议和交涉，批准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迅速采取反制，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暂停了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的所有业务。此后，立陶宛方面大肆渲染所谓中国经贸报复。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上周报道，该国精酿啤酒百年品牌沃夫郎在中国近1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宣告结束。本月初，立陶宛外交部对外声称，中国大陆海关似乎已经把立陶宛从系统中移除。本月9日，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又抱怨，中国已要求跨国公司2选1，与立陶宛企业切断联系。针对所谓中国要求跨国公司2选1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强调，中方一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立陶宛背信弃义，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时向中方所作政治承诺，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开创恶劣先例，性质极为恶劣。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遭到来自中方的正当反制后，立陶宛四处求援。不过，美国给了一些精神支持后，只向立方提供一项6亿美元的信贷协议。立陶宛转而又向欧盟发出求救信号，但欧盟方面含糊其辞，一直未做出任何行动。一些欧洲企业也批评立陶宛的行为影响了欧洲企业，在经济上与立陶宛切割。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就批评称，个别国家与欧盟政策不相容，暗指一意孤行挑衅中国的立陶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哈肯布罗西还表示，欧盟应该从立陶宛的行为上学到教训，成员国之间不应该打着欧盟的旗号去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更不该在惹祸上身之后让其他成员国来分摊成本。此外，立陶宛又去找台当局索要回报了。据台北时报周三报道，立陶宛农业部一名高级官员正施压台湾当局，要求加快对立陶宛农产品的进口许可，以便在中国大陆实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从台湾市场获益。报道称，立陶宛农业部国际事务与出口行销部门主管凡库斯对外表示，
中国大陆阻碍了大量立陶宛企业进入大陆市场。尽管台当局正在帮助这些农产品转运至台湾地区，但目前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他称，台湾是立陶宛农产品和食品的潜在市场，但仍有很多公司正等待台当局的进口许可证。因为若缺乏台当局要求的进口许可，没有企业下订单，问题依然无法解决。立陶宛呢会以这个为筹码，去向这个台湾方面呢，索要经济上的好处。我们看到，其实从一开始立陶宛方面在谋划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应该说这就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看重这个台湾所谓在一些产业链上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他希望呢，借政治理由呢，去吸引台湾在相关领域的投资，要进一步打开了台湾的市场。但是我想呢，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这个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的这个基本的稳定性呢，应该说最终呢是会挫败立陶宛的各种的谋划和目的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林肯同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话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立陶宛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总价值达1.25亿美元。立陶宛之所以需要这笔军售，因为目前俄乌局势紧张，而立陶宛又站队美国一方。立陶宛扬言称将通过一切手段支援乌克兰，甚至会向其移交致命武器。俄罗斯卡内基中心网站分析指，在过去，立陶宛矛头主要指向俄罗斯，而在美国将对抗的重心转向亚太之后，立陶宛也亦步亦趋，紧跟美国的步伐。现在，立陶宛之所以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和美国的步调一致，还是希望美国能对立陶宛表达支持。好，将会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您认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立陶宛出售总价值达1.25亿美元的标枪反坦克导弹，那美方此时对立搞军售想干什么？我相信稍微有一点点国际地缘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美国向立陶宛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是冲着中国来的，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八竿子打不着的原因，无论中国与立陶宛在外交层面产生了多么激烈的冲突，它都绝无可能演变成为军事冲突。因此所有的明眼人都应该清楚，美国向立陶宛销售武器是冲着立陶宛卧榻之侧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而来的。这也就印证了我早前的判断，也就是作为一个跟台湾并没有多少经济瓜葛，更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瓜葛的国家，立陶宛之所以执意要在台湾问题上充当出头鸟，除了其在冷战期间曾经遭受前苏联统治，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情绪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立陶宛认为，截止目前为止，他们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与安全风险就是来自于卧榻之侧的强大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强出风头，就是为了投北约，尤其是美国之所好，向美国递交一份投名状，以便让美国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对冲掉来自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压力。而在我看来，要是没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立陶宛这是压根就不敢站出来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同样，接下来要是得不到美国与欧盟持续且强而有力的支持，光是凭借立陶宛的实力，未来他在跟中国扳手腕的时候也坚持不了多久。因此中国与立陶宛博弈的本质其实是中国与美国在博弈，而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立陶宛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这更加清楚地证明了美国与立陶宛之间正在做一笔交易，即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站出来挑衅中国大陆，目的是换取美国在安全上支持立陶宛对抗俄罗斯。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电话，关切所谓立陶宛货物进入中国卡关的问题，并重申美国将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对抗中国在外交经济上的施压。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与立陶宛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博弈，尤其是中国与美欧围绕着反对立陶宛还是支持立陶宛而展开的博弈，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它甚至是刚刚才开始。
中方动用了全方位与立体式的手段来惩罚立陶宛，并且这些手段是处于逐步升级状态下的。它说明，为了惩罚立陶宛，中方并没有将立陶宛一棍子打死，尤其是没有跟立陶宛断交。中方的良苦用心，仍然是为了迫使立陶宛回心转意，撤销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而不是要将立陶宛彻底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而美国对立陶宛的公开支持，这是为了抵消中方的努力。